发姐，这可能是充满怨气的邮件。也许我会报复社会啊。32岁帮人代干游戏，现在财务1分钱要不了。虽然钱不多，游戏工作室也算是把我拉入黑名单了。我应该拿不了钱，什么基本都没门路了。日结的不要我，我想做家教的，家里人觉得中介费300多贵，做不了。哎，我问个问题啊，游戏代练是属于灰产吗？为啥就说要不回钱啊？是属于灰产吗？不受劳动法保护吗？我不知道，只能去凑钱做代练，代练游戏的拿不回工资。我现在钱也不要了，问了律师也说没办法，也不能讨回公道。我越看这个社会越觉得丑陋无比，我心里有种复仇心态了。我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做出什么反社会行为。发姐，我是有改变自己的，但太晚了啊，真的太晚了啊。发姐如何点评这封邮件呢？我觉得他就是弱者受了不公，然后又去报复其他弱者，我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吗？而且我觉得他还很年轻啊，30岁正好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日结为什么不要他？他不说，他肯定是有什么不利于他的因素吧。他去做什么外卖啊、快递啊，比做那个游戏代练是不是好一点？弱者挥刀向更弱者，那只是一种仇恨的循环。我觉得那是恐怖主义，不是报复社会，是恐怖主义。报复社会其实就是恐怖主义。冤有头债有主，你要维权就维权，别扯不相干的人。然后他附上了一些截图，看着就很那个，就是他可能虽然打游戏，但是直播可能没有什么流量。我看这个也是蛮吃惊的，直播时长99.8个小时，新增粉丝5个人，这是哔哩哔哩还是哪里啊？这个色调是哔哩哔哩吧？5个粉丝可能是现实里认识的人，还不如去抖音。去抖音有啥区别呢？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也很难糊口吧。但我觉得可以送外卖和送快递吧，就是说门槛最低的。我觉得他其实真的还好哎，虽然看着就是直播了100个小时没有新增粉丝，但是你不能看他就是失去了什么，你看他拥有什么。比方说他现在32岁，也不是62岁。第一，他身体好像是健康的，他没说他身体有什么问题。第二，他有家里，他有住处，对吧？他有网，他有电脑，因为他要做游戏代练，他肯定这几个东西都有的。以及没有债务，我觉得没有债务已经赢了很多人了，不用那么大的那个怨气和那么大的就自暴自弃的那种感觉，不用想。你没有债务啊，你没有债务也没有负担，你不需要养家，你不需要养小孩，不需要还房贷，没有病重的爸妈，或者说自己身体有疾病，其实你很轻松啊，你的 burden， 你身上的担子并不沉重，你只是遭遇到了一些挫折，这个挫折没有你想的那么就是不可逾越啊，无债呀。你想想前阵子跳楼的那个中金的姑娘，买个1000多万的房子，背了30年贷款，没2年那个房子首付几百万跌没了。你自己虽然没有别人那么好的起点，但是你也少了很多包袱啊，想开一点。很多时候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意气用事，多想想自己拥有的，而不要老是在意就是说啊这几百块钱没收到。说穿了，你代练没收到的钱顶破天也不会有多少，不会有那些欠债的人身上背着各种贷款的人负担沉重。你这么想的话就会好一点。好赌的爸，生病的妈，读书的妹妹，跌价的房贷，然后自己的什么脂肪肝、酒精肝、三高什么都没有吗？不成器的孩子也没有吗？撸网贷的老婆都没有，也没有烂尾房，对吧？多看看好的方面，重新开始。然后这个哥们儿他发了一下那个跟工作室的截图哈，其实我觉得从这张截图来看的话，我觉得看上去对面好像也不是态度很差或怎么样。他说我没看到你的结算啊，是不是时间不对？我找财务去查一下。单从这个截图来看哈，好像没有那么糟糕，还可以沟通一下的，对吧？想开一点，多沟通，多解决问题。你想想前阵子跳楼的那个中金的姑娘，买个1000多万的房子，背了30年贷款，没2年那个房子首付几百万跌没了。你自己虽然没有别人那么好的起点，但是你也少了很多包袱啊，想开一点。很多时候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意气用事，多想想自己拥有的。
通亲那个事情，我觉得产后抑郁可能多一些吧，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客观因素。你说金融系统的人搞证券业的，我没有就是对死者还是很尊敬，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在23年的时候去买房呢？还上杠杆？23年，金融行业去年买房真的是认知为零。哎，人家也许，其实我有一个可能三观不太正的一种政治不正确的一种观点，我有时候会觉得那种成绩特别好的人，就是那种成绩好的那种尖子生啊哈，他们反而会有些时候他的思路没有那么开阔，他有时候会就从小到大就比较听话那种感觉，就是循规蹈矩的。作为做题家那种尖子生，成绩好的，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思路不灵活，可能也会看不到自己圈层以外的东西。可能金融从业者很多也都是那么回事，很多金融从业者也死活不肯投海外的。哎，我不懂，我不了解，也不是因为太顺，我觉得不是因为太顺，不光是因为太顺了，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缺少一些质疑精神，就是更容易接受指令，完成指令。他擅长于接任务和完成任务，很少去怀疑这个任务是不是正确的，但是他完成任务很厉害，缺少一些质疑精神，不独立思考又很会做题。我有时候看一下那个立党跟其他人的对话，就是他连线那些他的粉丝，讨论一些就业呀、理财啊，或者说未来呀、发展方向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立党在某些问题上是，虽然那些问题其实也很简单，是比较正确、比较正常的，但是一到哪一个问题上面就变成了他所痛骂的那些人，也是很让人悲伤。立党就是说，在劝人卖房和劝人买纳斯达克以及标普这上面，我跟他的观点是一致的。我平时看他在那个 Twitter 上面，就是非常油腻、非常爹味儿、非常下头。虽然观点有些我是赞同的，就比方说，房地产是上下5000年来目前最高，经济也是目前最好，应该定投标普和纳指。但是，一到了婚恋问题、男女问题上，就是进贡，奶子呢？我今天要看扔子，就怎么说啊？但是他的语音跟人连线的时候，反而会显得没那么，他脾气很好，比我想象中脾气好多了。要是我早就已经这样了，但是他还可能因为他观众少吧，就是可能因为他观众确实少。而且他直播的时间不长，所以他还能很耐心的跟那些小二逼们，就是说真的很耐心的跟一个观众连线30分钟以上，反复的劝他不要做傻事儿。我觉得就是这一点也很难得。但是实际上，所有像我们这种需要实时跟观众们交流，然后回答观众的一些问题进行互动的博主，其实很难长期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以及很好的脾气，因为很多就是真的有点无语，就是人见得多了，让人无语的人，他总是会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比方说，就聪明人，你一说就懂，一点就通。他说好的，谢谢台主，妈的茅塞顿开，醍醐灌顶，我他妈今天就走了。但是那种二逼呢，就是不停的跟你逼逼叨，纠缠不休。而且很多人他不是来寻求你的帮助或者你的意见的，他是来说服你的，他是来寻求你的支持的，他是来寻求你的认同的，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常常让我很无语。就比方说朋友圈收集到1个赞，我就去 KFC 点全家桶，然后自己给自己点了个赞那种，然后这种人就会让你特别的无语。而且还有一些人，他会对于 influencer 有一种蔑视，或者说瞧不上，就说你再大的网红，能有我妈睿智吗？能有我们组的组长英明神武吗？那种感觉，就是很让人无语。我认知挺高的，身边的朋友和你一样吗？有一些还行，绝大部分赶不上我。我这话听着可能有点欠抽，但是一想到我要是忠于我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瞎听了他们的，投了他妈的什么大 A， 老子现在不知道有多开心，是一个多么健康快乐的小女孩。所以我觉得他们都赶不上我 ，Not even close。我妈买他妈的什么重庆百货，只有我一个人支持我自己的想法。有没有可能我也是运气好？美国的指数连涨了20年，确实是运气好的原因。而我们反复保卫3000点，
也就是 bad luck。美的涨了20年，为什么我现在才买？因为我以前还没出生呀，这抬杠这个意思。我大概在18年、19年的时候，我就和朋友们说，我说咱们投点外部市场吧，一直到今年还在拒绝我，我只能说尊重祝福。我也觉得我也再也不担心养老了。我以前还有一点担心，现在除了不可抗力，我已经不太担心了。我只是觉得有一些 sad， 就是说我有一些好的想法，我有好的投资标的哈，分享给你的朋友不听你的，分享给你的家人不听你的，说不通。我妈也是，前2天跟我妈，我拿了50万在我的账户里，我叫她帮我操作，然后我告诉她我想要投哪几只股票，因为我白天起得晚嘛，我说帮我盯盘，高抛低吸什么的，对吧？她经常就是我给她的那些股票涨了个3-4个点，2-3个点，跑得比高铁还快啊！然后去买自己的客户经理给他推荐的股票，然后到现在为止已经亏了30%了。就是他没经过我同意的，用我的钱买的，他看好的股票已经跌了30%了。然后我就好好跟他说，我说你要停止这种行为，我说我们要一起把这个事儿做好了，你以后不可以用我的钱去买你看中的东西。我是投资人，你是操作的人，你要对你的投资人负责。然后我妈就笑起来了，当时我就有点生气，我说这个很好笑吗？你亏了我这么多钱，你觉得很好笑吗？我妈是觉得我是你妈，然后我就很讨厌这种家长思维，懂吗？我说我们这里不是追究责任的事情，我说你亏了我100多万，我也没说你什么。然后他马上就很激动，我把钱赔给你吧，我把钱赔给你就是。我说我不是要你赔我钱，我是要你知道你的判断不如我，你应该更相信我的判断。我妈很怕在我面前她失去作为家长的地位和权利那种。我说你就把我们这个事情当一个公司，我们是一个小组，我们一起把这个事儿干好，我们是同事，对吧？我出钱，我选方向，你来具体操作。我说一会儿我把我打算买的几个股票或者还有一些东西我整理一下文字，我发给你。我说你把它抄下来，把它放在你的电脑旁边做个提醒。然后我妈就在那说，哎呦呦，那就是圣谕是吧？哎呀，你的指示是吧，放在电脑旁边是吧？我说你这样讽刺我，我又不是听不出来，你觉得讽刺我有意思吗？有任何意义吗？我叫你把这些事情放在电脑旁边是一个备忘录的意思啊。人在工作中在紧张的一些操作的时候容易忘事儿，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你在那儿讽刺我，好像我给你发圣旨一样，这样有意思吗？我说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们好好把事情办好，你也不要在那里笑，赔了10几万一点都不好笑。我觉得这样对于家长的沟通是有效的。如果说他讽刺我，我又讽刺他，然后我朝他吼，我觉得大家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和上一辈沟通的经验。他比方说他做错了事情，他买了我没有认可的股票，亏了，然后我就说你不应该这么做。他说我没亏多少之类，我就说你不能这样哈。然后他还会说一些什么，哎，你要知道我永远是为你好的，我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我出发点都是为你好的。然后我说有关系吗？跟这个事情，这两者有任何关联吗？我说我在这里没有说你为我不好，我也没有说你图我什么，我说你做错事情了，你的判断错误了，你的动机不代表你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我在讲我这些分享的时候，有个别的观众在说，女人和女人之间怎么可能讲道理？你觉得这样很幽默吗？你跟我妈说那种什么啊，又没赔多少，反正都是为了你好，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说，哎呀，你没有办法跟上一辈人沟通的啦，说服不了的，我觉得也是一种逃避和敷衍。就是说你在逃避自己的责任，你在逃避自己的工作，你在逃避去思考怎么样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我觉得中式家庭很容易到最后，就是最开始的争吵就是变成你别我为你好，然后说别管我了，我要离开这个家，快滚啊之类，我把你养这么大之类，就是毫无意义的沟通。然后最后两边都是争吵，大哭大叫，大喊大叫的。然后过一阵子再说来吃饭吧，做了几个你喜欢的菜，然后关系再得到缓解，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没有必要拿这么多钱去扔，没有多少啊。而且我确实也没时间看盘。我说个难听的，我告诉了我妈，她会按我做，
我告诉我其他的朋友懂这个的，他完全不听我的。就是说我告诉我妈，我说买标普500，我妈骂骂咧咧的给我买了。我告诉我的朋友搞金融的，这个我不懂，你要买你自己买吧。这个不是说指点不指点，就比方说几个人一起合作，那我有一个投资的项目，你有一个投资的项目，都可以投，看你怎么想，就这样。我昨天劝罗叔叔买了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我说你定投吧。你说他作为一个天天看直播的人，他到现在才第一次买，你说怎么办吧？就是那种完全缺乏自主性的那种人，我从来没有单独劝过他，我从来没有单独劝过他，我是第一次单独劝他，然后他才买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养老很成问题。但是他听了我这么久，他就是觉得他们又在讲一些我不熟悉的话题了等他打游戏的时候我再切回来吧，先看看韩国女团。他觉得这些问题这些事情跟他们无关。我觉得这时候应该邀请立党老师来说一下，他的脾气比我好。我记得之前有视频大概半个小时，但是我在做家务我就开了一下，有个天津的小伙子，天津的，然后问立党说家里要300万在天津买房，然后立党就是讲了很久，一遍一遍的讲，然后那个小伙子每一次一开口就是说我知道，但是我明白，不过你知道吗？就这听得我你那种就是谢谢党哥，那么真的不能买吗？就是那种有点像那种娇妻，比方说你有一个闺蜜对吧，然后你跟她关系很好，她结婚了，你跟她说那天我看见你老公跟另外一个女的进酒店了，她说是吗？不过他平时对我挺好的。然后你说普通朋友关系吧，你老公挽着他的腰的，谢谢你啊，那你亲眼看见他们进房间了吗？没有，对吧？那也可能就是那个女的喝多了，就扶一下她，我老公人很好的。然后你第二天说，我又碰到你老公和那个女的在逛街，我看你老公给她买了一个你一直很想要的那个包。我老公平时对我挺好的，他上周末还买菜回来做饭的呢。没事儿，外面都是瓦味儿，我才是家。我经常就听见那些人反复的去问，那真的没有机会吗？你真的觉得未来不会？你真的觉得这样不行吗？可是你真的谢谢不过可是真的可是我觉得还是谢谢，但我要不试一试吧？就是最后就是你给他劝了半个小时，你觉得差不多了，那就这样吧那好的，我听了很多，非常受启发，我最后决定还是试一下，你知道吗？他还是谢谢你的解答。你们说无效沟通跟长辈有无效沟通，我觉得年轻人好不到哪儿去。他看似在咨询，其实是在寻求认同，就好像他去庙里求签，如果摇出来一个下签，他就把它塞进去，直到摇出来一个上签为止。这其实是一种缺陷，因为他的如果说大脑长期无法接受跟自己观点相左的意见的话，他只会变得越来越愚蠢和落后。就是他只相信他想要相信的事情，这种人就特别好骗，是骗子的好目标。家人也就算了，为啥一定要劝观众干啥呢？不是我劝观众干啥，是观众天天来问我呀。